大家好，我是 Klaus。我们频道留言最多的一个观点就是五毛小粉红不会跟你讲逻辑，他们只能被社会主义的铁拳砸醒。所以今天这期节目通过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分享一下我的反共主张，跟我们看到最后啊，谢谢。最近呢，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视频中是一个年迈的老人现身在上海繁华的外滩，身上写着反共的标语，一边跟人群宣传反对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我在看到这个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怜的老人，现在肯定已经被抓起来了，说不定在承受着折磨。我翻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网友对此几乎是一片叫好，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和赞美的。可是这样的行动真的值得推广和宣传吗？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这里呢把反共人士分为两类，一种是思想上反共，另一种呢自然就是行动上反共。这个概念很好理解，我们就不做过多解释了。思想上的反共可以说大家没有比较大的分歧，只是每个人在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知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是否和如何在行动上反共，可以说是反共群体中最大的分歧。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参与过实际的反共行动。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么一种人，喜欢说你行你上啊，就知道说有本事你去天安门抗议啊，怎么没见你拿枪跟共军干呀？就像网上流传的这个老人的视频，我的留言就是不支持这样做，结果引来一些人的批判，一个老人这么勇敢你还反对，比你躲在屏幕背后强100倍。这又是偷换概念的逻辑谬误。我反对的当然不是老人的勇气，而是这种反抗的方式。维稳费是中国最大的开支，都超过了军费。中共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聚集起来，所以大型的活动、人群密集的地方等都会有安保和便衣。这种不成规模的个人行动没有任何意义，喊两嗓子就会被抓起来。中国的监狱非常多，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就这么进去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家人。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能做的事情更多，我们的价值绝对多过去监狱占一个位置。其实思想上的反共和行动上的反共并没有绝对界限。如果你经常关注我们的频道，这句话是不是听着很熟悉？我经常说这样的句式，某某和某某之间没有绝对界限，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大家的多元化思维。很多事物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为什么我说没有绝对界限呢？比如就拿我来说，我是行动上的反共吗？我也没怎么行动啊，就是敲敲键盘而已，没有参加过游行，更没有跟共军宣战。但我只是停留在思想上吗？也不能这么说吧，我策反过很多人。这么多年，我改变过身边的很多人。开始做频道以来，几乎每天都会有网友留言告诉我们，有学到东西，有传播给其他的中国人。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灰心，不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并不是一定要揭竿起义才叫行动。即便是你什么都不做，单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至少你没有做中共的帮凶，你没有参与他们残酷的统治，没有传播他们用来洗脑的谎言。不要觉得这个价值不大，试想一下，即便每个人都没有行动，但是如果每个人在思想上都不认可中共的话，那中共在中国就失去了统治基础，中共的政策还能推行下去吗？我们在提高自己思想认知的同时，爱自己，爱家人，享受生活和工作，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播真相和改变身边的人，做反洗脑和政治启蒙的教育。假如我们改变了一个人，这个人再去改变另一个人，这在数学上就是指数型的增长，慢慢就会形成星火燎原。等到时机出现的时候，这些人都会成为新中国变革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反共主张。我的主张主要基于以下2点。第一，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提高国人思维和国民的政治素养，培养和发展反共力量，为时机到来的变革做准备。第二，在体制变革之后，为新的国家或者政体提供人才和民主的土壤。第一点很好理解，其实第2点更重要，而且是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如果国民的政治素养不能提高，即便是中共倒台之后，中国也很难实现民主，很可能会产生第2个中共。反共不是目的，反共只是手段。这个句式也是我经常说的，
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共倒台之后，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比让中共倒台更重要。因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信心说中共倒台之后中国会更好。手握权力的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主的土壤，人民都是想跪下来喊万岁的，那即便是中共倒了，还会有第二个中共。另外呢，关于我们的主张宣传反洗脑和政治启蒙教育，很多网友反映五毛小粉红等等不讲逻辑，只能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这可以说是我们频道网友留言最多的一类观点。首先呢，我一部分赞成这种说法，肯定是有人很难被说服的，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错觉。我敢肯定的说，我们这些清醒的人以前也绝大部分都是小粉红吧，毕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从小又必须接受红色教育，除非从小父母有单独的反洗脑的教育，不然我们也都是从小粉红转变过来的。包括我自己，我几年前还用的华为手机，而且很开心的跟朋友炫耀我支持国产呢。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小粉红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假设一个小粉红在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10个人的教育才成功，那么前9个人都会觉得小粉红不讲逻辑，自己的努力白费了。但事实上这10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却让9个人产生了错觉。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如果我们都不去传播真相，没有任何人做教育，整个中国只有一种声音，那我相信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小粉红吧，我们也不会有缘分在这个圈子里相遇了。请以前是小粉红的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转变的过程和所花费的时间，谢谢。所以呢，最后希望大家不要否定自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就可以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中共高层的洗礼内斗和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心理和思维。首先感谢网友 LV 背包预测了我们的这期节目，反习反共都救不了中国，只有真正的教育开启民智才能救中国。感谢网络红人林天天对我们频道的认可和鼓励，这是很难得的。网友 Water Tax 给我们上一期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李克强是有些不满，但习李不是毛和刘少奇等的矛盾，因为李早已被架空，而且一尊的地位很稳固。虽然习不爽李，但是习还想连任，有所忌惮，要是习继续连任，恐怕到时候就会收拾李。李还在台上，就算收拾得干净也不好看，如果李卸任之后怎么收拾别人也不会看见了。网友 Kirk C 说，讲到独裁者只能往更独裁走，才觉得李登辉先生的可贵，在集权力于一身时放下一切。网友 Leroy Jenkins 说，认同拥有越多就越害怕失去，就像之前有位模特说，他们对外表最没有安全感。网友米嗷回复说，因为颜值高，所以没有发展别的特长，久而久之导致缺乏自信。另外我们片尾播放了国旗歌，很多网友都反映国旗歌比国歌好听，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网友 JY 说，中华民国国歌比中共国国歌大气多了，至少不会要人民当肉盾。网友9090666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代表白日普照，众人平等。可惜现在大家看到青天白日旗，大概只会想到国民党。反观5星旗，一颗大星星代表共产党，4颗小星星代表人民，体现的就是专制。网友 NDS 跟我们分享了国旗歌的历史，国歌原来是国民党的党歌，国旗歌一度获选成为真正的国歌，但由于后来的战乱、政治等因素没有修改成功。网友 Just a Random Fish Guy 说，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成功达到理性民主社会的典范，全球华人都应该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虽然更愿意看到大一统的华人国家，但作为大陆人，支持台湾基于民主自决原则的独立。最后网友帝望请教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的回复很简单，中共确实是个威胁，美国也确实是亡共产主义的心不死。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